当俄乌战争进入第4个年头时，多数人预测最先崩溃的一定是饱受战火摧残的乌克兰。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乌克兰奇迹般的挺住了，反倒是那个自诩永久中立、以金融稳健著称的阿尔卑斯山小国瑞士，率先在经济上轰然倒下。谁能想到，世界金融体系中间的瑞士会沦落到如今这步田地。2025年8月24日，瑞士央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破天荒宣布降息25个基点，试图挽救濒临停滞的经济。央行在声明中预测，2025年 GDP 增速仅有 1% 至 1.5%， 这听起来更像无奈的告白。海外订单锐减，失业率悄悄攀升，一家家工厂正接连外迁，这哪是一般的经济放缓，简直像一场精心策划的资本大逃亡。故事还得从头说起。瑞士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被列强正式确认永久中立以来，在200多年里从未直接卷入欧洲大规模战争的硝烟，凭借阿尔卑斯的天险屏障和灵活务实的外交手腕，这个山国成了大国博弈中的一片和平绿洲。中立换来和平，也带来财富。瑞士逐渐发展出高度发达的金融业，成为欧洲大陆人人放心的资金避风港。1934年，瑞士颁布了著名的银行保密法，规定银行职员如泄露客户资讯将面临刑事处罚。自此，瑞士银行业的金字招牌算是牢牢定死，不论全球富豪、贪官甚至战争贩子的财富，储存在瑞士银行里都将被守口如瓶。日内瓦湖畔的私人银行一度掌管着全球约 35% 的跨境资产，瑞士也因此赢得全球保险箱、财富圣殿的美誉。即便20世纪经历2次世界大战，瑞士的保险库依然稳若磐石，枪炮声再猛烈也没能撼动瑞士对客户保密的承诺。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曾制定入侵瑞士的白羊行动，却始终未能付诸实施。面对轴心国和同盟国两方压力，瑞士一方面构筑了坚固的国土防御工事，全民皆兵，随时准备抵抗侵略；另一方面又巧妙保持中立贸易，暗中为交战各方提供金融服务。瑞士的武装中立不仅守护了国家主权，也让财富在战火中源源流入瑞士银行的保险库里，堆满黄金、现钞和无价艺术品。许多欧洲富豪和政要都将资产转移到瑞士躲避战乱。经此一役，瑞士中立的招牌更加熠熠生辉，成为国际金融界最可靠的象征。战后至冷战时期，瑞士继续恪守中立原则，拒绝加入任何军事集团，甚至长期连联合国都未加入，唯恐卷入大国政治角力之中。这种超然独立的态度换来的是国泰民安，经济高度繁荣。冷战期间，瑞士更是成了东西方都默许的金融中转站，美苏双方的情报人员可以在日内瓦秘密会晤，美金和卢布也能安心地存放在同一家瑞士银行。因为无论哪个阵营都相信，瑞士不偏不倚，只会把钱看管好，不会替任何人作对。不过进入21世纪后，瑞士的传统银行保密制度开始面临来自美国等大国的挑战。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掀起全球反恐和反洗钱风潮，对包括瑞士在内的离岸金融中心加大审视力度。2009年，瑞银集团因协助美国富豪逃税被罚巨款，史无前例地向美方交出部分匿名客户名单。2014年起，瑞士也被迫加入 FATCA 和 CRS 等国际金融资讯交换机制，开始定期向美国和他国税务部门提供外国客户的账户资料。这些让步虽然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瑞士的保密神话，但至少在当时，瑞士的中立声誉仍在，全球富人依旧相信瑞士不会随意冻结资产。然而2022年的战争危机终于让这层信任保护伞彻底撕裂。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这场突如其来的欧洲大战将瑞士推到了艰难的十字路口。没有人预料到瑞士会亲手打破自己的中立传统，但战争爆发仅4天后，难以想象的一幕出现了。2022年2月28日，瑞士联邦委员会在伯尔尼联邦宫宣布，瑞士将全面采纳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俄罗斯在瑞士境内的资产，禁止俄国航班进入领空等。
要知道，这可是瑞士1815年立国以来头一遭主动放弃中立立场来制裁他国。瑞士联邦主席伊尼亚齐奥·卡西斯当天神情凝重，仿佛在按下一枚引爆瑞士金融体系的定时炸弹。决定一出，整个瑞士金融界为之震动。消息传出后，举世哗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冷笑着说出一句话：瑞士已经不再中立了。这话像一把匕首，直刺瑞士赖以为生的金融命脉。更棘手的是，瑞士政府一边对俄制裁，嘴上却声称自己仍奉行建设性中立。如此自相矛盾的姿态，导致两面不讨好。莫斯科立刻将瑞士列入不友好国家清单，拒绝再把瑞士当作外交调停方。而欧盟方面则认为，既然瑞士选择站队西方，就应完全配合对俄强硬，要求瑞士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甚至提供军事援助。例如，德国等国多次要求瑞士允许转运瑞士制造的弹药给乌克兰前线，但瑞士以中立法律为由严词拒绝，此举又招致盟友不满。瑞士试图左右逢源，结果却变成里外不是人，进退失据。值得一提的是，在战争初期，瑞士国内也有强烈的舆论要求制裁俄罗斯，许多瑞士民众走上街头，挥舞乌克兰国旗声援被侵略的乌克兰。这种道义上的声浪也给政府决策施加了压力。于是，内外夹击之下，瑞士最终选择了打破中立承诺。瑞士当初为何要做出如此颠覆传统的决定？说穿了，是被西方盟友的强大压力和对自身处境的恐惧所逼。俄乌战争开打后，美国和欧洲盟国迅速结成制裁俄罗斯的铁板同盟。如果瑞士执意置身事外，担心会被西方集体孤立，金融市场可能被封杀，对欧贸易渠道可能被切断，甚至瑞士公司在国际上融资都将遇到困难。换言之，瑞士是怕不选边站队就混不下去。毕竟，瑞士经济虽然独立性强，但银行业、制药、钟表等支柱产业都严重依赖欧美市场。瑞士领导人权衡利弊后，只好选择保住眼前对美欧的经贸关系，哪怕因此砸烂中立金字招牌，也在所不惜。瑞士政府或许以为只要表现够积极，抱紧西方大腿就能度过危机。然而现实证明，这一步几乎是在自掘坟墓。根据瑞士经济事务秘书处2025年4月公布的数据，瑞士共冻结了约74亿瑞郎，约合84亿美元的俄罗斯在瑞资产，连俄罗斯富豪的豪华游艇、私人飞机、艺术品收藏都不放过。瑞士以为动作做到这份上，西方盟友会对他刮目相看，危机过后一切照旧。孰料这一举动却动摇了外界对瑞士金融系统最核心的信任根基。难怪有媒体冷嘲热讽，这个靠中立吃了100年饭的国家，一拍桌子冻结了俄罗斯资产，从此全球保险箱变成了国际笑话。瑞士积累多年的信用资产也随着这一决定开始土崩瓦解。一直以来，瑞士银行业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中立与保密。瑞士银行家们宁可坐牢，也绝不泄露客户秘密的传统，让全世界富豪深信，就算世界大战再次爆发，瑞士银行也不会冻结资产或透露客户信息。然而现在，瑞士政府在外部压力下说冻结就冻结，这等于在告诉全球富豪，瑞士的保险库不再绝对安全，你的存款和财产会因政治风向改变而被锁上锁链。对那些习惯了瑞士银行铁账户神话的高净值人士来说，这无疑是当头棒喝，令他们不寒而栗。要知道，哪怕在过去面对强权压力时，瑞士也极少让步。比如上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曾试图逼迫瑞士交出犹太人的银行资讯，但瑞士顶住了压力。2009年，美国追查逃税资金时，瑞士虽最终缴纳罚款并交出部分客户资料，但依然设法保全了大部分银行保密原则。正因为历史上一再守信，富豪们才对瑞士放心。然而这一次，瑞士突然对政治压力低头，让各国富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瑞士也靠不住。正如苏黎世一位私人银行高管无奈感叹的，我们几代人建立的信誉，就这样在几个星期内毁于一旦。这句话道出了整个瑞士金融业的痛心和茫然。金融市场对信任崩溃的反应是迅捷而无情的。从2022年底开始，苏黎世的班霍夫大道上，
私人银行的客户经理们目睹了一波前所未有的资金撤离潮，不少俄罗斯和东欧客户匆忙将资金转出瑞士，还有亚洲、中东的富裕家族也开始分批将几代人积累的财富移往他处。据统计，在这场无声的撤离行动中，2022年至2024年之间，瑞士银行业累计净流出了近1500亿瑞郎的海外资金，相当于平均每天有约 1.4 亿瑞郎飞离这个昔日的财富天堂。短短2年，瑞士金融业就被抽干了一大块水分。更惊人的是，这次资本出逃的主力正是过去对瑞士最信赖的金主们。听闻瑞士开始冻结资产，交换银行数据，海湾阿拉伯富豪们纷纷夜不能寐，干脆连夜行动。沙乌地阿拉伯的国家银行率先撤走巨额存款，带头将资金转移。超过2700个国际富豪家族办公室则加班加点，把成百上千亿资金汇往香港、新加坡等亚洲金融中心。中东的石油巨富们甚至亲自包机，把一箱箱现钞和黄金空运到杜拜，只因为杜拜金融中心那句赤裸的口号太有吸引力：免税、保密、不问钱从哪儿来。既然瑞士不再可靠，全球富豪们自然会另寻他处安放财富。资金去哪里了呢？新加坡和迪拜成了最大的赢家。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统计，近2年涌入新加坡私人银行的新资金高达约3100亿美元，其中有超过一半源自原本在瑞士管理的资产。迪拜方面也不遑多，让他们以免税、保密、不问来源3板斧狠抢生意。据报道，连俄罗斯某大型石油公司都将其欧洲业务中心从日内瓦搬迁至迪拜港口附近。瑞士经过1个多世纪苦心经营的全球财富管理王国，正被这些新兴金融中心蚕食瓜分。曾几何时，瑞士是全球资金最向往的避风港，而如今，他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客户被他国抢走，财富江山，拱手相让。短短几年风云突变，瑞士金融从高峰跌落深谷，这种巨变不能不令人叹息。甚至据传，不少瑞士银行高管和财富管理专才也开始跳槽至新加坡、香港等地寻找新机遇，金融人才外流的隐忧开始浮现。更雪上加霜的是，在外资撤离的关键时刻，瑞士政府的一些做法进一步摧毁了投资者信心。为了讨好美国，瑞士竟连自身立国根本都敢牺牲。2024年6月，瑞士与美国签署了新的金融数据交换协议，即 FATCA 补充协议，允许美国税务部门直接调阅瑞士银行账户资料。瑞士100年来引以为傲的银行保密制度，就这样被自己亲手砸得粉碎。同年，瑞士还积极配合美欧对伊朗的2级制裁，竟连运往伊朗的医疗设备都予以拦截扣留。这些过度讨好的举措完全超出了传统中立的底线，引发了连锁反应。国际投资者更加心寒，认为瑞士已经沦为美西方政策的附庸，再无独立可靠可言。撤资离场的念头更加坚定，资金出逃的速度更快了。终于在2023年3月，金融危机爆发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拥有167年悠久历史的瑞士信贷银行 Credit Suisse 突然宣告濒临破产，震惊了全球金融市场。这家管理着逾 1.1 万亿瑞郎资产的老牌银行，近年因连环丑闻和巨额亏损而元气大伤，再加上国际客户因信任崩溃纷纷抽逃存款，终于撑不住了。短短1个季度内，瑞信流失了超过1200亿瑞郎存款。危急关头，瑞士政府不得不连夜祭出非常手段，撮合瑞银集团 UBS 以30亿瑞郎象征性价格收购瑞信，以防止整个金融体系的雪崩失控。然而，瑞信的终局处理依然引发巨大争议。瑞士监管机构在这次强制收购中，直接将价值160亿瑞郎的瑞信 AT1 级债券清零，等于让这些债券投资者血本无归。如此狠辣的处置在国际金融史上极为罕见，立即招致大量投资人的愤怒。尤其在香港、新加坡等地，许多投资者联合对瑞士当局提起法律诉讼，质疑瑞士的法治可靠性和投资环境。一时间，瑞士作为金融中心的声誉跌落谷底。过去人们总说瑞士稳健守信，但瑞信事件后，不少国际投资人开始怀疑
瑞士还值得信任吗？更大的风波接踵而至。2023年9月，美国司法部宣布调查瑞银集团，指控其长期协助俄罗斯寡头洗钱，涉及金额高达12亿美元。欧盟也趁机对瑞银施压，要求其严格遵守对俄制裁和欧洲金融规范。在多重打击下，瑞银苦苦支撑的国际业务遭受重创。据统计，瑞银并购瑞信后，其亚洲财富管理部门的资产规模缩水近 40%， 瑞银股价更是一泻千里。到2025年时，已跌至每股18瑞郎，相比2年前高点几乎腰斩。曾经被视为安全稳健代名词的瑞士银行业，如今却让投资者闻之色变。屋漏偏逢连夜雨。2025年8月7日，美国新上任的总统特朗普更是给了瑞士当头一棒。他签署行政命令14308，宣布对瑞士部分出口产品征收高达 39% 的惩罚性关税。而且美国专挑瑞士最赚钱的行业下手，名贵手表、精密机械、制药和巧克力等瑞士支柱产品榜上有名。 39% 的关税率比欧盟对瑞士产品的平均税率高出2倍，甚至比美国对叙利亚、缅甸等受制裁国家的关税还要严厉。美国官方宣称此举是为了保护美国本土产业和国家安全利益，并指责瑞士对俄制裁不够彻底，在反洗钱问题上态度暧昧。瑞士原以为选边西方就可高枕无忧，没想到最后仍难逃被美国当成出气筒的命运。这一消息令瑞士国内的钟表和制药等出口行业一片哗然。卢塞恩的百达翡丽制表工坊里，老师傅们望着订单簿上来自阿拉伯王室的长期订单突然消失，不禁唉声叹气。巴塞尔的诺华制药公司管理层也决定将部分生产线迁往中国上海的张江制药股，以降低对欧美市场的依赖。瑞士引以为傲的精密制造业正受到沉重打击。这一下瑞士高层彻底慌了神。身为2025年瑞士联邦总统的财政部长凯勒·祖特尔急忙飞赴华盛顿，试图游说美国收回惩罚性关税的决定。然而这次外交努力的场面颇为难堪，堂堂瑞士总统迟迟见不到美国总统的面，只被安排会见了几位次级官员，几番周旋均碰了软钉子。最终凯勒·祖特尔毫无所获，灰头土脸地返回了伯尔尼。对一向引以为豪其外交手腕的瑞士而言，这无疑是一场空前的耻辱。这一连串经济和外交重击终于让瑞士人清醒过来，金融立国靠的从来不是金库有多厚，而是国际社会对其信用有多信任。过去瑞士或许以为只要紧跟西方阵营就能保平安，但全球资本的嗅觉比猎犬还灵敏，一闻到政治投机的味道，钱袋子就会长脚逃走。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的规则也与过去截然不同。金融全球化和数位革命让资本和资讯的流动极为迅速透明，一个国家信用稍有闪失，巨额资金即可顷刻转移他处。如今富豪们真正需要的不再是藏匿在阴暗保险库中的秘密资金，而是有稳定法治和可信规则的营商环境。瑞士长久奉行的秘密银行模式在新的时代已显得不合时宜。他亲手丢掉的那块信任基石正在被新加坡、迪拜等后起之秀拾起并加以壮大。不仅如此，瑞士国内此时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与困境。德语区的苏黎世街头，民众挥舞乌克兰国旗，高喊要求政府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坚决站在西方一边。而法语区的日内瓦，银行家和商界人士则聚集在联合国欧洲总部前，高举标语抗议所谓自杀式制裁，怒斥对俄制裁毁掉了瑞士经济。舆论南辕北辙之际，经济数据也极为难看。瑞士央行在1年内不得不连续5轮降息，但仍无法阻止经济滑落衰退的趋势。2025年第2季度，瑞士 GDP 增长率跌至负 0.8%， 物价不涨反跌，通货膨胀率竟变成了负 1.2% 的通货紧缩。圣加伦大学的经济学家警告称，这是瑞士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通缩危机。往日强势的瑞士法郎避险光环也在褪色，瑞郎对美元汇率的波动明显加剧。瑞士央行纵然数次出手干预，也难阻资金外流。国际市场对瑞郎的信心正在下滑，国际评级机构开始警告，若经济前景持续黯淡，
不排除史无前例地下调瑞士主权信用评级。在俄乌战争引发的欧洲安全大变局中，不同的中立国选择了不同道路。北欧的芬兰和瑞典毅然结束几十年的中立传统，加入北约以获取军事保障。爱尔兰和奥地利虽声称中立，但作为欧盟成员也整体加入了对俄制裁。而瑞士这次的抉择可谓最为尴尬，他并未面临直接军事威胁，却主动卷入经济战，结果严重损害了自身利益。瑞士曾引以为豪的中立光环，不幸的在这场风暴中变成了一场国家灾难的序曲。瑞士连一兵一卒都未曾出征，却已在无形的金融战场上折戟沉沙。历史此刻给出了残酷的讽刺，当基辅街头仍在为生存而战时，伯尔尼的官员们却为挽救国家信用评级焦头烂额。那个以精密钟表著称于世的国度，却在关键时刻错过了正确的节点，做出了一次灾难性的战略误判。如今摆在瑞士面前的是一道关乎未来的生存考题：继续充当大国博弈的棋子，随波逐流，还是痛定思痛，重拾武装中立的传统智慧，回到不选边站的立场。事实早已证明，小国的生存之道从来不在于附和哪一个强权，而在于成为各方都信赖的仲裁者。几百年来，瑞士之所以能在强邻环伺中繁荣不倒，靠的正是那块中立的金字招牌和独一无二的信用声誉。然而信誉这东西崩塌起来比雪崩还快，重建却比登山还难。瑞士在短短数年内亲手摧毁了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信任资本，如今要重新赢回全球投资者的信心，谈何容易。俄乌战争带给世界的启示之一，是连自诩超然的中立国都难以幸免于地缘政治的风暴。而对瑞士来说，更深刻的教训在于，国际金融的根基是长年累月建立的信用与规则。一时的政治投机换不来永久的安全。钱没有祖国，但资本只会流向他信任的地方。失去了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再厚实的金库，再精巧的钟表，也留不住那些惊弓之鸟般逃离的资金。回望这场历史开的玩笑，瑞士终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比乌克兰战场的瓦砾更刺眼的是瑞士百年信誉的坍塌。如果说这是一堂代价高昂的历史课，那么摆在瑞士面前的最后提问是，他能否从错误中觉醒，重新找回真正的中立与信用，在风雨飘摇的国际秩序中重建自身的立足点。时间将给出答案。目前，瑞士国内已有政界人士呼吁就永久中立举行公投，甚至将中立原则明确纳入宪法，企图挽回昔日的信任。然而，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失去的信誉比黄金还难挽回。瑞士未来将如何抉择，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